那現在看到有41.7萬人，他開始幹嘛？把我的房貸去，大家就會擔心說，差不多是不是過熱了？現在我們的這些資金能夠支撐這個4萬，還是說這個4萬還有可能再往上堆嘞？那所以如果您問我說這個短線技術上有沒有一點過熱呢？恐怕有，但是從基本面來看呢，好像也還好哦。就是台灣的，除非是只有一個狀況嘛，就是你跟我說 AI 的浪潮要結束了，對，或者說台灣在 AI 晶片已經沒有優勢了，哦，這個恐怕就危險了。台灣是晶片大國，結果美國的2個重要的晶片的 CEO 黃仁勳跟蘇姿豐呢，也是台灣人。對，那如果你勉強把這個 Intel 的那個也是華人的這個對 CEO 算，就是說為什麼在華人的基因或台灣人的基因呢，特別適合半導體這個產業呢？台北股市在今年5月的時候，居然衝破了4萬點，最高到了42408。所以对很多台灣人來講，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知道以前股市上萬點都是很多總統候選人的口號，現在台灣的股市不但是上萬點，而且一次衝到了4萬點。可是到了4萬點之後，你就開始看到有一些震盪。當然我們知道，我們台灣來到了一個100年難得一遇的歷史機遇。我們看到現在是 AI 時刻的大爆發，而且因為中美的對抗，所以我要去紅化。一方面是因为台灣的深具教訓，台灣的累積，在 AI 的這個領域裡面，我們有台積電，我們有聯發科，我們今天有很多在各方面裡面硬體生產的廠商，不管你是伺服器，不管你是晶片，不管你是封裝，台灣都是最好的生產基地。而台灣這個最好的生產基地，在去紅化的這種界限下，我們又不用受到中國的競爭，受到中國的打壓，或者是說它低價的一個傾銷。台灣就等於是穩穩的吃下 AI 的這個大餅。可是你想看，從1萬到了4萬，4萬是需要很多等於說資金的動能，它才有辦法支出。我們看到台灣這樣的一個最爾小島，我們台灣人有這麼多的金錢，有這麼大的能量，我們可以支撐4萬點嗎？而且支撐4萬點之後，我們還可以從5萬、6萬再往上走。台灣的能量到底有多少？我們現在也看到很多的人開始有，比如說現在41.7萬人，他們該把我的怎麼去貸款我的房子，貸款房子以後丟到了股市，這些現象也讓大家擔心說，那這樣的狀況，我們的資金是不是真的過熱了？投資是不是真的過熱了？碰到這樣的狀況，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現在的投資未來？所以在今天，我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的邀請了我的老朋友元大真金的董事長吳捷，他告訴我們台灣現在的處境到底如何？台灣現在的資金狀況到底如何？4萬點到底是一個高峰，還是我們有可能繼續的往上爬呢？吳捷你好，寶傑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董事長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那今天特別請你來，就是到了4萬點，很多人就覺得很緊張，而且到了4萬點就開始他們那個震盪起伏。其實3萬到4萬很快，2萬到3萬也很快，到4萬的時候你就看到它震盪起伏，大家就非常擔心說，畢竟股市是一個靠資金堆積出來的一個市場。那現在這個市場已經到了4萬，這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大家會好奇說，這個資金的動能還夠嗎？這個資金的動能有辦法，第一個我能夠支撐4萬，或者說這個資金的動能不只是4萬，還有可能從4萬再往上推嘞？好，我想，當然在電視節目上啊，我們從來不方便預測行情的未來，但是哈，而且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會知道可以準確的預測行情的未來。但是我們從趨勢上哈，首先最好先了解一下這一波台股這個大漲的一個本質哈，它大概是有2件事情堆積起來的。第一件，我們都講啊，這個第一件事情是台灣錢淹腳目，但是這個台灣錢淹腳目一定有一個問題，那你錢從哪裡來的？那錢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這個科技業的這個外銷的這個成長哈，或者講貿易順差這件事情呢，成為了一個最近這個幾十年來哈，這個人類少有的一個奇蹟啊，就發生在現在的台灣。我們真的賺錢，而且我們真的賺很多錢嗎？是，對。那最近我舉例講哈，最近大家都在講說這個能源危機啊，因為伊朗的關係，能源危機。在以前吶，這個石油就是在2次大戰後這個人類主要的這個戰略資源。但是大概在疫情之後，大家就注意到當時有晶片荒啊，所以晶片的這個戰略也成為了繼這個能源這個石油之後的第2個戰略資源。所以台灣最近幾年的這個經濟成長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仿佛成為了一個產油國的概念了。
也就是說，我們以前很羨慕的這個產油國阿拉伯人那些人呢，好像什麼事沒怎麼做，他們的那個挖了油就可以，就是因為那個是世界資源嘛。那現在的晶片呢，就是一樣的概念，而且呢，這個對於晶片的需求呢，隨着這個 AI 時代的大爆發哈，越來越大。所以說，台灣的這個在晶片上面的這個戰略地位呢，又比這個石油來講呢，現在搞不好更重要了。那舉例來說哈，在這個我們講2月底3月初這個美伊戰爭爆發以來呢，其實很多既沒有石油又沒有晶片的國家呢，其實是過得非常慘的日子。我們看東南亞很多國家都非常慘。那全世界在這段期間呢，少數爆發的股市爆發的國家呢，其實嚴格講只有3個：台灣、韓國、日本。那這3個國家剛好呢，其實這3個國家都是石油進口國哦。所以如果沒有晶片的這個因素的話哈，我們就想着以前的能源危機，這3個國家都很慘。但是呢，這一次因為有晶片的因素呢，有半導體的這個因素，有 AI 的因素呢，這3個國家因為在這個科技業剛好在3個不同的領域各執掌一個牛耳的這個關鍵的地位哦。所以說呢，這3個國家的股市呢，是幾乎就是今年1月到現在上半年的漲幅最大的3個國家。所以就是中東有石油，現在東亞有晶片，因為東亞有晶片了以後，我就可以說，我就是源源不斷的會有外匯有資金進來。所以今天帮我們準備的這張圖，就這個就可以代表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大的動能。我們為什麼可以像以前我還記得總統那個陳水扁要選舉的時候，股市上萬點，那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跟口號。對馬英九來講也是這個樣子。現在不但是衝上萬點了，現在居然已經到了4萬點了。重點就是像剛剛講，您這張圖就非常明顯的是，這個錢真的是源源不斷的進來。是我們這邊在講貿易順差哈，台灣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貿易外銷的導向的一個國家，但是哈，在以前啊，這個其實影響我們這個最大的一個關鍵，其實是這個疫情時候的這個晶片荒。也就是說呢，當半導體這個產業我們開始有護國神山這個概念呢，其實就是在大概2018、19年這個時候才開始冒出這個名詞的。寶傑哥跑新聞跑很久，20年前沒有人會說它是護國神山這件，這個大概就是疫情前後不久哈。那個時候發生了2件大事，一個是美中貿易戰，第2件事情就是這個2020年的 COVID-19 的這個疫情。那這2件事情呢，當時發生了這個晶片荒，我們就發現到台灣的貿易出超的金額呢一直在成長。那我們剛剛甚至都有講到，在這個您剛剛講，在這個阿扁總統或者是這個馬英九前總統的這個時代呢，台灣的這個對美的貿易啊，沒有1年是可以出超過我們講100億美元啊，是一個非常根本很難想象的數字。但是到了1920年之後呢，就開始馬上的急速的上升，然後到了25年呢，已經跑到1500億了，对美国的出超。就光是对美國的出超就是這個。那它出超的本質是什麼呢？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半導體，到了最近的2-3年呢，叫做 AI 伺服器。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是人類對於晶片的需要，第2個是 AI 的這個大爆發這件事情呢，把台灣的這個地位呢，當然也包括韓國跟日本了哈，把東亞國家的地位呢，一下子拱到了一個你今天看到的一個榮景。也就是你這張圖，你剛剛講的紅色的是我們講的我們的半導體的順差。藍色就是電腦伺服器。現在台灣也感覺上，它有這樣的動能，是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台積電，它是一個等於是整個產業鏈整個堆上來，就等於說你從那個藍色上面看，那個藍色是整個標的非常高，就代表我們在伺服器上面，在整個電腦周邊，在整個 AI 的產業鏈裡面，我們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是因為 AI 哈，基本上是這樣講，它在人類我們講長期的歷史上啊，它是又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科技革命。其實我前2天看了一個資料，把這個人類的科技革命啊，過去幾百年的科技看了一遍。其實一開始人類最重要的科技革命啊，其實可能是防傳染病，可能是農藥，就是說當你這個餓不死、吃得飽的時候，你才有可能往前。第2個是你不會被傳染病，以前的傳染病什麼天花、麻疹，就是以前的人都死得很早。或者是你有抗生素，有什麼這些東西的發明呢？這個是人類在這個基本的生存跟溫飽階段。所以當有了這2樣東西的時候呢，我們人類的壽命啊就變長了。那另外一個事情是工業生產的自動化，就是包括像這個蒸汽機或者汽車啊，或者是大煉鋼
爐啊這些東西。那這個是跟生產的，所以我們以前的這個可能看了一些古代的小說，以前的這個中國產的蠶絲啊，是要用人工去弄的。那後來到了工業革命時代，就是用織布機這種東西去做的。那這個是一個生產上的革命。那差不多到了這個最近的50年呢，就是叫做科技革命。所謂科技革命，就是發明了電晶體、半導體啊，還有 CPU。有了 CPU 之後呢，我們開始有個人電腦，後面再有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的盛行也不過到現在也不過30年而已，對，20年。对，然後下面的一個現在的一個在歷史上的一個革命呢，大概就是這個 AI 的這一個革命。那這件事情呢，剛好台灣卡到了一個位置。那這個位置呢，當然跟台灣之前在這個晶片半導體上面的這個長期的耕耘地位呢，是有很大的關係。好，那所以我剛剛問你是說，台灣有沒有動能？從這個上你就看出來說，我如果對美的順差一開始100億都沒有，我是到了2019年，等於說中美貿易大戰之後，我們台灣才開始对美貿易一直在增加，從113到180到264，到現在的1501。那未来我們現在更高，就代表這段時間那個錢是這樣子大量的源源不斷的進來。是啊，所以你看。為什麼川普對台灣的半導體這麼生氣，你就知道了。你賺我太多錢了。是，那到底賺了多少錢？我們剛剛講嘛，你貿易順差帶來的就是錢嘛。賺了很多錢。那錢呢，我們就來看這個哈，有2個數字可以給大家來判斷哈。第一個就是這個主計處呢，我們有做一個叫做超額儲蓄。那主計處哈，這個超額儲蓄啊非常有趣。我們這個在2020年這個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呢，就開始有這個半導體的這個順差了，然後那個時候呢，就已經有所謂的台灣錢開始，對，我不曉得淹到哪裡，我不曉得，當時可能開始講淹腳木了啊。那這個當然最近可能已經淹到喉嚨了，為什麼這樣講啊？在2020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主計處就提醒大家說，我們的超額儲蓄已經到史無前例的3兆台幣了。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數字到最近已經跑到8兆多了。那這個數字也不過沒有疫情。大家距離這個戴口罩打疫苗的時間好像還沒過幾年嘛，對，我們現在已經從3兆跑到8兆多了。好，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呢，我們央行啊每個月都會公布這個銀行的這個存款量，就是全台灣這個一堆銀行啊、郵局啊存款量。那這個存款量呢，而且是包括台幣、外幣哈，這個存款量呢，在2019年年底，也就是疫情的前幾個月呢，是44.4兆台幣。那到去年的年底，不是現在哦，去年年底跑到65兆台幣了。也就是說，這個疫情過完到現在大概6年左右啊，我們6年累積增加了20兆的台幣。也就是說，我們這20兆台幣，如果你基期40幾兆來算的話，我們等於增加了5成。對，也就是說，台灣在去年的年底呢，這段期間的這個增加的這個金額哈，等於是過去台灣幾十年、70年或者多少年累積起來的一半。那今年現在如果到了2026年的第1季的數字，我相信會更驚人一點。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後面剛剛講，您剛剛寶傑哥剛剛提到股票市場嘛，所以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叫做這個劃撥交割。什麼叫劃撥交割？就是你如果去證券公司開，現在很多人都去券商開戶，他除了要你開一個證券股票的戶，還要開一個銀行戶，專門去交割股票的，就那個錢就 parking 在那個地方。對，那個叫交割賬戶餘額。這個餘額啊，在公元2000年到2015年啊，大概都在1兆左右，就是永遠都在1兆左右。那我特別講15年是有原因的，因為呢，我們這一波台股的這個股市的起漲點呢，我不是講政治問題啊，可是就是這麼巧，剛好就是在2016年520哦，就是蔡英文當就職總統的那一個月，我們的股票市場呢，從7999一路上漲，漲到現在跑到4萬多點，就是從8000點漲到4萬點，漲了5倍，剛好就是在這個蔡英文的2個任期跟這個賴清德的半個任期中間達成的。那所以我們就看嘛，2000到2015年這個15年當中呢，我們的劃撥交割款大概都是1兆左右，那現在大概跑到4兆了，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錢是不是變很多？是的，就是錢很多。對，所以我們知道，就股票市場其實是錢堆進來的。可是講說，哦，原來不是說我們今天的高科技在 AI 的領域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我們現在在業績很好，那覺得業績很好，那是一個想象。也就我們從這個對美的出潮
原來100億不到，我們現在到1600億，然後呢，再看到了我們每個人的這個儲蓄，現在我們的儲蓄居然在6年內累積了20兆這麼多，那你就知道為什麼台灣的錢可以淹腳目，現在淹到喉嚨，錢這個堆積，可堆到4萬點之後呢，我們看到4萬點開始有一些震盪，那現在看到有41萬7千人，他開始幹嘛？把我的房貸去，他就會擔心說，他會是不是過熱了？現在我們的這些資金能夠支撐這個4萬，還是說這個4萬還有可能再往上堆嘞？這個真是一個很難答復的問題啊！為什麼我這樣講？其實影響股票市場的因素實在太多了。我剛剛一開始就在講說，全天下很少有人可以預測股票會漲會跌，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太複雜的因素。但是我們可以從2個大的這個分析邏輯來看，一個叫做基本分析，一個叫技術分析。那所以如果您問我說這個短線技術上有沒有一點過熱呢？恐怕有。但是從基本面來看呢，好像也還好。就是台灣的，除非是只有一個狀況嘛，就是你跟我說 AI 的浪潮要結束了，對，或者說台灣在 AI 晶片已經沒有優勢了，這個恐怕就危險了。那講到這個呢，我跟大家講一個笑話哈，也不能講笑話，就是我最近觀察的心得。台灣是晶片大國，結果美國的2個重要的晶片的 CEO 黃仁勳跟蘇姿豐呢，也是台灣人，對。那如果你勉強把這個 Intel 的那個也是華人的這個對 CEO 算，就是說為什麼在華人的基因或台灣人的基因呢，特別適合半導體這個產業呢？這個是一個。當然，第二個是跟環境有關，就是美國的環境好像特別又適合培養出，或者是自由國家的環境又特別培養出這樣子的，就是同樣的華人基因，可是在中國大陸好像就你看不到這個很強的半導體的產業。那可是在美國的環境或者日本的環境或者台灣的環境呢，它又可以培養出相當不錯的，所以我才講說這個基因好，我不是說種族問題，可能是跟它的民族性比較努力工作，或者是你可以講它對認命認分的努力工作這種或者這個講着這個努力打拼的這種性格呢，比較像是亞洲東亞人的性格。可是你在碰到了一個比較沒有威權體制的一個國家的環境，自由開放的這個環境當中呢，你的這個創造力的很容易創造出這個晶片或者科技業的一個火花。好，那等等，你一開始有提到說，除了我要去了解這些資金的動向，然後我們看到資金的確在台灣真的是水漲船高。那當然我們要了解整個這樣的一個世界的趨勢。世界趨勢你特別談到這個 AI 的這個產業鏈，剛剛講到 AI 產業鏈是不是到了一個極點？這個是我們需要觀察。可以說，台灣現在剛好就到了一個，我覺得這100年難得一遇，剛好又去紅化。然後呢，剛好台灣經過的時候，從 PC 開始做手機，然後呢到現在 AI， 幾乎你 AI 所有的你要做機櫃，我有機櫃；伺服器我有伺服器；你要封裝我有封裝；你要設計我有設計；你要晶片我有晶片。台灣等於說在這個上面是一個很難取代，就算是川普，你對台灣再不爽，你也必須接受。我覺得川普他最喜歡什麼？我如果對你不爽，我就對你課高關稅。可是很妙哦，他再怎麼抱怨台灣，他也沒有辦法對台灣課高關稅，因為你對台灣課很高的關稅，最後的懲罰也是你。所以台灣現在這個機遇，我覺得我是從小到大我想都想不到的。是啊，因為國際局勢是這樣子哈。其實台灣我們大概算同年代的人哈，大概我們小的時候都知道台灣基本上是個國際孤兒，所以台灣人基本上不太關心國際局勢，也不關心國際新聞，反正不關你的事。但是呢，在這個最近的一段時間呢，我後來發現所有的國際新聞都關我們的事了，因為我們成為一個世界島了哈，就是台灣的這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來台灣海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域。對。那以前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然後呢，這個晶片呢，它的影響居然有這麼大。那這個，所以我說這個在台灣對台灣講的確是一個過去的這個想都想不到的一個。那我們剛好有幸在這個時候遇到了這個今天的這個環境。好，那剛剛講到的台灣現在這是一個歷史機遇，而歷史機遇我們如果把它拉長的話，你今天特別幫我們帶來一個，就是說，那台灣就是10年一輪紅睡覺輪。好，那你說現在整個世界30年，對，30年的風水造輪，從1960、1990到2020，你如果從這個歷史機遇上大的環境上來看的話，台灣剛好就在那個高點上。
30年這個大運一輪呢，我不是根據算命的，我是根據歷史的這個。我們大概在2次大戰後的人類的歷史哈，就是一開始是所謂的美蘇冷戰嘛。美蘇冷戰其實真正進入高峰是1960年。那1960年那個時候，我們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先講歐洲啊，柏林圍牆被豎起來了。那很多人不曉得柏林圍牆，現在可能都不曉得，而且很多人以為柏林圍牆是1945年豎的，其實不是，是1960年才豎的。然後呢，第二個是這個當時有一個古巴危機，其實古巴以前不是這樣的國家的，但是呢，古巴那個時候蘇聯就放了這個彈頭拿到這個古巴去對着這個對着美國打，對着美國恐嚇了哈。然後在亞洲呢，我們就熟了，比如說美日安保條約啊，那個時候岸信介首相跟美國簽的這個安保條約啊，這個也改變了日本的這個歷史。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比較不幸的，就是越共這是越共這個越戰的問題。那個時候呢，美國就發現到一件，他在亞洲必須要樹立這個反共堡壘這件事情。那當時反共的堡壘啊，除了這個其他的國家有，最重要其實是日本。其實啊，在日本的1959年的時候，我如果沒有記錯，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前啊，還發生了一件把老美嚇壞的事情。就是那一年的這個日本的眾議院選舉啊，第2大黨啊是日本共產黨啊，那美國就想說了，你不發一兵一卒，光是靠選舉就可以把日本赤化，那不得了了。所以日本那個時候，美國就下定決心。我補充一下，大家很難想象現在的恐怖組織，日本那時候的赤軍旅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恐怖組織之一。是，不過他跟現在的日本共產黨也有後來有划清界限啊。对。那在1960年之後呢，所以美國就發現你不能讓日本長期的貧困，所以他就這個透過安保條約，然後透過扶植日本的這個外銷，所以讓我們現在看到在60年代到這個90年代初期啊，日本就開始進入了一個非常高速的一個成長期。那這個日本被帶動之後呢，後面就有4個這個小朋友啊，也快速成長，我们就俗稱叫亞洲4小龍。這亞洲4小龍基本上就是這個日本在美國帶動日本在帶動這個亞洲4小龍的台灣、韓國、新加坡跟香港。對，所以這4個亞洲4小龍呢，就在1960年代到80年代的末期呢，也出現了飛躍的這個經濟成長哈，也就是1960年代的這個鐵幕，然後那個冷戰的對立，我必須要有一個反共的堡壘，才找了日本的才有所謂的買下全世界 ，Japan is #1，然後才有4小龍，是這樣的原因下來的。是那個是美蘇冷戰的一個產品了哈。那後來又有另外一個事情了，就是這個美蘇冷戰結束了，就是1990年，那個時候發生了幾個我們到現在可能還記得的事情。第一個叫做蘇聯解體，天安門事件，19898964嘛，然後8964之後，當然中共沒有解體，但是中共被迫改革開放。然後第3件事情是柏林圍牆倒塌，所以東歐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東歐的以前的所謂的鐵幕國家，全部都跟蘇聯翻臉了。對，那所以我們在這個上面就看到了1990年的這個所謂的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呢，造成了什麼？就是後來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全球化的時代的來臨，就中國從那時候開始崛起。對，中國開始崛起。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全球化這件事情呢，其實受害最大的人呢，就是日本跟台灣。所以到了1990年代到2020年這一段期間呢，日本跟台灣的經濟啊，基本上是在從高極盛而衰的往下失落了30年。對，失落30年不是日本失落30年，台灣也一樣啊。台灣也一樣。對，那為什麼？因為全球化之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產業外移。對，產業外移呢，又碰到一個問題了，是我們年輕人的就業率就變低了，失業率增加了。那失業率增加之後呢？我們在10年前還是15年前還聽到的所謂的22K 現象啊，其實就是這個產業外移的這個產物。為什麼？因為當全球化之後，就是世界上大家都一樣嘛，也就是說台灣的薪資不是台灣的薪水，年輕人的薪水就會跟大陸人一樣。對，比較薪資。對，22K 的台幣的月薪可能在大陸還算高的，但是在台灣就低了。所以說這個全球化就是1990年到2020年這段期間呢，
算是這個台灣也好，日本也好的失落30年。那這段期間呢，這個當然啦，當時全世界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所以這個包括的這個亞洲四小龍呢，全部就地解散了，全部去都變成中國台商了。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韓國，甚至日本，都有大量的去赴中投資的這個。因為它太大了，它把所有的力量都吸過去了，而且薪水太低了。对，當年就是生產要素的這個成本太低了，所以吸了很多人進去。可是當吸了很多人過去之後呢，這些國家呢，很多它的本身的內政問題就產生了。那這個是這個全球化之後的一個產物。那全球化呢，終結了嗎？其實終結了，已經很明顯的終結了。為什麼？就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因為美國受不了了。而且大家如果還有點印象的話，美中貿易戰之後呢，第一個講全球化已死啊，是張忠謀先生。對，他講過這句話。在2019年的台積電的體育大會上，那個對運動大會上講的。全球化已死這句話，其實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超級大的福音。為什麼？因為我們台灣的年輕人的薪資就是從2019年開始一路往上爬的。對，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2019年以後，你就很少再聽到22K 這個問題。對，然後早年那個時候22K 其實還扮演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年輕人跑到澳洲去當台勞。對。最近通通都回來了，為什麼沒有了？因為台灣自己的產業都回來了，這個老闆台灣的餐廳都請不到這個員工了，我哪有空讓你去領22K 呢？所以我們的薪水就節節升高了。那所以我們到了2020年之後呢，這一段期間呢，有幾個特色，就第一個就是美中的新冷戰這個開始了。那新冷戰開始呢，只要你站對美國這一隊的人哈，這個你就會發現到，不管是日本、韓國、台灣啊。基本上呢，它的這個成長呢就會比較明顯。那在這個幾個國家裡面呢，我想台灣跟日本啊，應該算是站美國隊站的比較用力的。對。那當時因為是安倍晉三嘛，安倍晉三他跟美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他的這個印太戰略的提出或者是什麼，所以呢，這個我們就看到安倍晉三的這個安倍經濟學哈，某種程度呢，就是帶領日本走出失落30年的一個關鍵。那同時間呢，我們就發現到，在這個美中貿易戰之後呢，中國的房地產呢崩盤了。那這件事情我認為不是偶然。那我們就從這個圖上，剛剛在講這個1990年跟2020年的這個風水輪流轉，我們就注意看啊，在1990年之前啊，香港的股票市場啊，基本上是很普通，房地產也不怎麼樣。可是1990年之後呢，我們就知道香港的股票市場一路狂漲，房地產也一路狂漲。那寶傑哥跑新聞應該知道，這過程當中啊，很多香港的什麼明星也來炒房。對，以前那個什麼阿 B 跟 B 嫂還為了炒房離婚，什麼，這很多當時這種八卦新聞，就是香港變成了一個炒房炒股的一個天堂。它其實反映的不是這個人，反映的應該是中國的高速崛起。在90年代到2020年這個，也就是中國的資金大舉的到了香港去，或者是全世界的資金經由香港到中國大陸。對，那因為那後來香港慢慢走下坡，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己接受這個資金嘛。早期因為你進中國還要外匯券啊、外匯管制，所以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這個轉機，就像香港機場轉機的概念啊。所以以前是這樣子。那同時間呢，1990年呢，剛好就是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其實台灣也是。台灣我們上一次的12000點就是1990年，就是那個1990年，台灣的經濟這個日本啊，跟台灣進入這個泡沫經濟破滅，然後呢，日本進入了所謂的失落30年的這個一個很長期的一個不景氣。那這一段期間呢，其實中國跟香港是在飛躍的瘋狂的成長。好了，那到了這個2020年之後呢，又發生了剛剛講的美中貿易戰，還有這個 COVID-19 之後呢，又發生了另外一個轉變，就是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日本已經走出了失落的30年，然後呢，日經指數的從以前1萬點不到，現在漲到6萬多點了。那這個相反過來，你要看的中國的這個，而且日本的房地產，可能很多人去投資也知道，日本的房地產最近漲幅也是相當的嚇人的。那可是你反過來看，就是中國在過去的幾年的房地產是一個非常慘的行業，股票其實也不太好。對，那它股票有一陣子看起來還不錯，是因為政府的這個禁空令，就是不准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可是呢，當這個禁空令拿走之後呢，中國的股市又不好了，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所以說呢，就是說這個香港跟日本或者中港跟日本的這個命運的轉折啊，我認為應該也不是巧合，應該是一個命運的必然。所以你這些東西就很清楚了。你看到在90年改革開放的時候，剛剛講的日經指數由盛而衰，開始往下跌，然後你看到香港的恆生指數就開始往上竄到哪裡？竄到了2001年加入 WTO 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就到交鋒了。交鋒了以後，你就看到了一直到了金融海嘯的時候，整個日本是完全垮下來的。一直到了剛剛講的2020年，兩邊又開始進到了一個新的黃金交叉。是。所以說，這個對中國就是死亡交叉了啦，對日本是黃金交叉。所以說，我們剛剛講嘛，這個轉折的這個事情啊，就是趨勢上，那2020這個趨勢現在才26年嘛，可能才剛開始吧。對。哦，所以你覺得接下來的30年，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大勢，這個大勢的如果不改變，或者是剛剛講的 AI 這個趨勢不改變，這個的變化大概持續的有等於說20-30年會這麼久？我認為應該有。對。我講的日本了哈，台灣我相信應該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對。好，那當然现在對台灣來講有一個就是，現在台灣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少子化，我們現在高齡，那你就講說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希望你趕快要投資？因為這次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其實有很大的焦慮感，因為年輕人自己很清楚，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他現在的年輕人，你再去依靠現在我的退休什麼的，你就發現這一次的投資的結構跟過去不太一樣，在這一次我們講這次的整個 ETF 裡面有6兆的台幣，你現在的很多年輕人開戶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年輕人雖然我買不起1張台積電，可是我可以買你的零股，所以這種的投資概念，這種的等於說這個尋求這種所謂的財務安全感，現在的這個年紀大跟輕之間也出現很大的變化。是，我想哈，其實這一波股票市場的這個上漲哈，我們剛剛都講了，主流是科技股嘛。其實科技股哈，我在證券市場工作蠻長時間的。其實哈，這個中老年人比較不愛買電子股，因為中老年人喜歡這個實體資產。所以我們講這個中老年人哈，不是對我自己也算中老年，可是不是對他們不敬，而是說他們可能對於投資的這個觀念啊，可能是看房地產啊，或者看公司的資產。所以呢，或者他們相信傳統產業。所以他們對於、我相信我看得到的，對。可是對於這個科技啊，什麼 IC 設計啊，我看不懂的東西，他不太敢碰的。所以我認識非常。你要說什麼了？我也是最近比較認真，我在找什麼信華、新興，然後呢，我想在這個建策，我以前想都沒想過，聽都沒聽過。對我來講，就是台塑、四寶啊，就是中鋼啊，就是金融股啊，沒有想到這個投資的這個標的出現這麼大的變化。是，就是說這一波的這個股票市場哈。年輕人進來的非常多，那進來非常多呢。剛才寶傑哥也提到了，比如說零股交易，他把這個年輕人進來投資的門檻呢降低了。那降低了，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呢，這個我們都曉得對比嘛，哈，房地產的對年輕人的門檻是非常高的。所以說呢，大家可以想象，我們這一波的股票市場最近1-2年，大概從2萬點漲到4萬點，快 double 了。我剛剛還在開玩笑說，這個漲幅如果發生在台灣的房地產市場，那政府就麻煩了，就頭痛了。對，那個民怨會更深，會非常深。那個為什麼會民怨很深呢？因為房地產有的時候漲太多的時候呢，會影響到年輕人的居住的生活品質嘛。哈。第二個是房地產投資的門檻非常高，所以說當我們的財富重分配的基礎如果是房地產投資的話，年輕人的被剝奪感會非常大，因為他連入門檻都沒有辦法。買個房子好說也要少說大概也要一個100萬以上吧，我想了哈。那如果是這個年輕人呢，反過來，如果你可以去這個買這個零股交易或者是科技股啊，這種高科技半導體啊、IC 設計股或者是晶圓製造的這些股票呢，它的或者 ETF， 你剛剛講特別是 ETF。那這些股票呢，或者這些這個投資的這個方法呢，等於是讓年輕人可以很輕鬆的進到這個科技業的這個成長。那這一波這個台股的這麼大的漲幅啊，基本上都是漲在這個科技股為主。所以說呢，受益的人啊，你們最近有沒有注意到，股票漲了1倍啊？那個年輕網絡上沒有人在罵的哦。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如果漲到房地產，你試試看，早就已經睡在那個百貨公司門口了，對不對？你看幾十年前，對，無可蝸牛，就睡在百貨公司的門口。
那睡在忠孝東路4段的，現在沒有人幹這種事情。那為什麼？就是說，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財富的這個重分配是以股票市場，特別是科技股為基礎的，所以相對起來，對於年輕人的被剝奪感呢，基本上比較少。那我這樣講又還是不太好意思啊，就是可能中老年人啊比較不願意投資科技股的人呢，這個中老年人還是很多人買財產。對，可是當然也有很多人買科技股啦哈，不一定啦。我不是說中老年人一定都怎麼樣，只是相對起來這一波是讓年輕人可以更輕鬆的去投資股票市場，所以這個財富的重分配過程當中呢，大家都有份，是很多人都有份。好，那大家講，那這已經不是你賺錢的問題哦，因為你們是在做研究或在討論的時候，這個對你的安身立命是有影響的。因為剛剛講，你現在是少子化、高齡化，我們現在從這些數字來看，就是你現在的整個出生數字是大幅的下減，大幅下減。如果你現在在依靠健保，你在依靠勞保，你這些東西對你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所以你就等於說，現在很多人也在鼓勵說，你的自己的財務安全，其實你要從現在趕快去建立。是啊，我想我們這個回想一下了哈，台灣以前的社會啊，那個不叫少子化，那個叫做政府拜托你做家庭計劃。對，我們可能很多人都有一點年紀的可能聽過啊，兩個剛剛好，2個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樣好。對，什麼一個不嫌什麼一個不嫌少，什麼对之類的。為什麼？因為當時台灣的人口啊，實在是太多到我們這個社會沒有辦法負擔。那我跟你講這個數字，用形容詞很難，我用數字講哦。1960年到這個1980年啊，簡單講，這個我們講主流所謂的5、6年級生啊，這個1960到1980年的平均每一年大概生40萬以上的新生兒，這20年之間呢，總共台灣出生了835萬人，就記得這個數字，835萬人。那835萬人呢？這些人呢，其實在台灣的這個過去的一段時間呢，算是特別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相當不錯的人口紅利。但是呢，台灣的這個新生嬰兒數呢，到了最近的這個20幾年呢，10幾20年，台灣開始變有錢的時候呢，開始這個往下這個快速的下降。那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我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哈。第一個是1998年。1998年是我們台灣第一次在報紙上出現少子化3個字的那一年。是啊，我不曉得，那寶傑哥那時候應該還在平面媒體，還在平面媒體。第一次我還看到少子化3個字，我還看不懂什麼意思。我後來去日本留學，我才知道說原來那3個字是日文，少子化是日文。那少子高齡化其實是日本的日文直翻過來的，它的意思就是我們新生嬰兒數變少了。在1997年那一年呢，台灣的新生嬰兒數是32萬人，大家記得哦，32萬人。1998年是27萬人，那就是等於是那一年少了5萬人，少了5萬人到底是什麼意義呢？第一件事情，1998嘛，所以2016年的時候呢，台灣的很多私立大學開始遇到嚴重的財務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沒有學生了。對，因為你就先少了5萬嘛，那少了而且現在還在持續的減少哦，所以說那這個很多，那我們知道啊，國立很好的國立大學，它永遠不怕收不到學生嘛，但是比較那時候比較普及的私立大學呢，它的招生就碰到問題，一直到今天問題都沒有解決。那所以我才講說這個少子化這件事情啊，第一個影響到的好像是學校的經營，後面影響到的呢，可能就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了。為什麼我這樣講哈？到了2020年的之後啊，我們的這個新生嬰兒數就開始一路往下降。25年間吶，到去年25年間，總共才出生500萬人，少了300萬人。對，而且還沒有完哦。這個25年啊，是越到最近呢，人越來越少。我去年年底的時候啊，12月啊。到還有今年年初1月的時候，每天在等內政部開獎，看看去年2025年有沒有超過10萬個，勉強超過10萬。那看起來2026好像比25年好像目前為止業績還差了一點，比去年還差。對，那表示什麼呢？我們的新生嬰兒數呢會出現一個斷崖的下降，那就碰到我們未來的社會的最大的高齡化危機，叫做什麼呢？又老又病又窮。那又老又病哈，可能是難免嘛哈，可是又窮這件事情呢，就會是一個國安問題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哈？我們剛剛講民國65年是屬龍的那些人哦，我每次都開玩笑，你們真的很可憐，聯考也難考，工作也難找，然後呢，出了社會之後呢，他們還碰到一個更大的危機。我做了一個有趣的圖啊，1996年的那一年的時候啊，他們是20歲，剛開始出社會。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我們都知道啊，平均的壽命啊大概只有70來歲，75、6歲，很多人都這個的就過世往生了。可是現在呢，這個平均壽命越來越高。這個有一天有一個里長啊，台北市一個里長的這個跟我抱怨啊，他說以前啊100歲的時候，那個重陽節啊，里長要親自到府去送那個像禮金紅包那樣子。他說最近很太多了，他走到他快要腿都快斷掉了。一個里長都跟我講這個話，那表示什麼？就是我們的社會的高齡化的人會越來越多。那大家就想啊，剛才那個5、6年級生那個800多萬人啊，如果每個都活到80、90歲或者100歲怎麼辦呢？對，你不要認為不會，而且它幾率越來越高，因為我認為非常高。好了，那我們就開始看了。假設到了2046年，距離現在20年，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65年次的人已經70歲了，然後呢，他準備要開始退休生活了，發現下面養他的非常少，而且下面的人很少就算了。他左右一看，發現我小學同學每次同學會出席率還蠻高的，因為大家都還活得好好的。就是小學同學也健在，國中同學也健在，高中也健在。就是這個去什麼地方呢？老人都非常多。但是呢，這個東西就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我們1996年的時候啊，就是台灣開始實行全民健保跟國民年金法，大家還記得？那個時候的精算師一定是根據當時的平均壽命跟新生嬰兒數去推算出一個自認穩健的財務結構。那最近很多這個健保局的人一天到晚說什麼要加收什麼2代健保，跟這個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我們未來要繳錢的人越來越少，但是呢，要吃健保的人啊越來越多。因為這個精算的這個模型啊，跟1996年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那這個我當然也不敢幫幫他算命啦。可是我只能說啊。這個不久前哈，這個全世界評鑑呢，這個全世界第1名的這個全民健保就在台灣。那大家要曉得，這個真的要感謝5、6年級生過去30年的這個辛勤打拼、工作繳稅的這個成果呢，才養了一個這樣子的這個全民健保。但是呢，我們反過來要想啊，5、6年級生到了退休7老80的時候，我們的健保還有沒有能力？那800多萬人，對，養你。這個事情其實是我最近有一點煩惱的。那可是還好嘛，我們剛剛講了，上帝要關一個門呢，先幫你開一個窗，就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呢，台灣呢又是達到了史上空前最富裕的時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高興歸高興，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哈，一定要有一些這個保護自己未來的這個投資。你說未雨綢繆的時候，這個是個時間，讓自己這個年紀大了以後，所以你真的對未來，如果像我們以前很多人就說，哎，我的這個最後就是老人年金嘛，或者我今天如果這個有勞保嘛，或者我現在第一個了，本來養兒防老，小孩已經不可靠了，就是本來我有小孩，我可以靠小孩養，現在不可靠，你不要養小孩就不錯了。那現在我如果未來這樣健保，你覺得那個對5、6年級甚至7年都會有很大的壓力嗎？不是，因為財務結構就是這樣子啊，看你怎麼。因為你那個時候新生嬰兒1年40萬嘛，如果他都沒有走哦，而且他可能會活很久哦。對，就是以前的人可能活到75歲、80歲就走了，以後的人可能活到95歲、100歲就才走。你多出來的錢，這個有時候算，我覺得也蠻恐怖的啊。我們假設啊，一個人活100歲啊，你65歲退休，你30歲出社會，你30歲出社會工作35年到65歲退休。你65歲退休到走了100歲也是35年，也就是說你職場上努力了35年，結果你退休在家裡也35年，那真是一個蠻長的一個時間。所以我們台灣人自己要把對未來，其實也不是台灣人了，全世界的人基本上要對未來的這個銀髮族或退休人的未來的生活，要先想一想，在你現在還活得很開心的時候呢，真的要多想一點。董事長，我們這樣講，台灣人其實已經是全世界最會存錢的民族，我也是最有危機的意識的存，就是我們剛才講，我們的儲蓄率是非常高。可是現在問題在哪？我到底該怎麼辦呢？現在我還可以繼續投資嗎？那我該買股票呢？我還是定時定額呢？以前我聽人家講，我爸媽那一代都別回啊，
對回啊，到我這個年代就開始定時定額了。那我到底該怎麼樣子去維護我的這個所謂的財務的安全嘞？你父母以前那個年代標會是因為當時台灣的利率很高，資金成本很高。那最近現在台灣利率已經很低了。那很多人投資房地產也好，或者股票市場也好呢，很多的原因呢，其實是因為它的投資報酬率比利率高嘛。其實關鍵大概只是這樣子。那這一波呢，投資這個科技股或者是 ETF， 就是你不敢買電子股，你不敢買科技股，但是呢，其實你買的那個有的很多 ETF 都是，它其實就是那些很厲害的這個科技股。但是可你透過這個東西，它的成長呢，事實上呢，等於是幫你長期在累積一些這個退休老本啊。對。那我不能對投資做建議，我只能對這個理財觀做建議了。就是說，人生呢可能要有一些平衡投資，就是保守投資跟積極投資呢都重要。那當然，隨着你的年紀越來越大，保守一定是越來越保守。对。年輕的時候也許可以積極一點。可是我講這個積極，不是要你什麼賣房子、押房子去賭博，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積極就是所謂的成長，成長股啊，或者未來趨勢的股票。那如果是這個保守的呢，可能就是一些你這個比較穩定一點的收益。对，好，那我們就非常謝謝這個董事長剛剛講的，原來你在看待這個市局的時候，它其實歷史是有一個脈絡的。那其實這個歷史脈絡裡面，你就要很清楚，是你站在這個歷史的脈絡裡面，你到底要怎麼樣做選擇？我們的選擇非常重要。那台灣今天有這樣的好處，是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選擇，是我們站在美國這邊，我們剛好加到這個紅色供應鏈的一個對面，我們加入了這個所謂的美國的這個發展的這個所謂的浪潮上面，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現在的榮景，我們有現在 AI 時代的這樣的一個大爆發。那對現在剩下來就是，那我們個人在這樣的一個大浪潮下面，我們要怎麼選擇？我們要怎麼自保？我們要怎麼投資？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大家非常深思的課題。非常謝謝董事長，謝謝大家。